欢迎回来。当欧美的关系，现在有没有产生变化？关键因素来自于中国大陆嘛？国家主席习近平去访问了欧洲，那么在法国第一站下飞机的时候受到了礼遇。先看看现场画面。画面可以看到啊，他们在下飞机的时候，这个牵着夫人走下飞机，底下准备要迎接的呢是法国总理艾塔尔。艾塔尔当然是被说是最年轻，34岁担任总理的，还是第一位在法国公开出柜的总理啦哦，这么年轻，同时代表着这个接下来有可能接班的意味。那两个人用什么话交谈呢？中文。艾尔这位总理特别用中文来欢迎他，所以习近平还称赞他说：“哇，你中文很好哎！像这样虽然有点雨，撑着雨伞，不过红地毯还有一对，学了1年。”学了1年哦，你说这个总理特别为了要迎接习近平吗？没有，学中文学吓我一跳。要是1年前就知道他要来，没有，他就是很认真在学习中文，至少在这个语言认为国际趋势的沟通上需要啊。好，这个贵宾迎接之外高规格，那么当地的华人，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华侨留学生，不管是舞龙舞狮啊，这个旗帜啊。国旗啊，来欢迎他。但习近平到场接机的时候，称赞中文讲得很好的这位总理呢，也代表着接下来还有好几段哦，一个高规格的这感觉，要创造中法关系美好的未来。因为他刚出发之前就立刻发表了很多的新闻资讯或者是受访资讯，告诉大家说，从2014年他2次春天到访法国，跟法国人一起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跟55周年，这一次是建交60周年的时候，再次踏上美丽的法国土地，倍感亲切。同时，习近平预计周一在巴黎有很多场会议哦，包括跟欧盟执委主席冯德莱恩要来见面。那法国总统马克宏在第2故乡招待他，形容这个是老友的菜单呐。菜单上面有什么？羊肩肉、黑猪肉、火腿、塔布豆，还有法国的第一夫人碧姬明确要求的甜点，叫做蓝莓馅饼，成为很多软性的话题啊。当然，酒也是法国人讲究的学问咯，当地的蒙特斯红葡萄酒、圣蒙特白葡萄酒等等，热情欢迎之下，代表接下来更多要谈的在后头啊，俄乌战争吗？贸易合作吗？这才是重中之重。路透社报道，马克宏呢就会就贸易跟俄乌的战争来给予中国施压吗？针对贸易失衡，需要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发挥对莫斯科的影响力。那尤其是在商业上更是需要有更多的贸易合作，包括关税等等的调整。2天有没有可能达成2大目标？不知道。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在俄乌战争当中扮演和平的角色？有期许有没有可能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呢？习近平说，我们希望欧洲尽快恢复和平稳定，更打算跟法国跟整个国际社会合作，寻找解决危机的良好途径。所以当这一趟在媒体的分析里面都认为法国是需要跟中国对话的，但不能把中国当成朋友吗？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认为，不要幻想跟中国各种的合作是朋友的关系，不然不跟中国对话不是解放，把习近平当成朋友也不是解放。所以法国总统马克宏不应该抱有幻想。所以这个代表着马克宏在国内也有一点抗中的声音要去应付啊。习近平访欧洲的3个国家，《纽约时报》呢则是形容是试图要弱化美欧联结，要把美国跟欧洲脱钩。那法国当然也想要自主性的角色，成为斡旋者吗？那大陆学者认为，马克宏现在能依靠的其实只有大陆了，尤其是欧洲的俄乌战争现在是僵局中的僵局，军事手段用尽了。那唯一的出路就是中欧联手促进和平来和谈吗？俄乌战争，华盛顿是不是已经开始跟北京正面交锋？巴黎希望保持对话的空间，希望和平。那因为拜登的考虑，可能还有自己选战的考虑。例如，我们现在讨论很久，拜登希望打到选战。不要停，不要太早结束，对于他的选情不利。但欧洲国家显然并不是这样想的。而习近平访法之后，马克宏一个形容词叫做“欧洲会死论”对中欧产生的2大讯息是什么？这叫做不具名的法国官员在访法之前所透露的讯息。中国作为俄罗斯的主要伙伴，他的目标就是想让他利用对莫斯科的影响力去改变俄罗斯的计算。帮助解决冲突，也就是停战的概念。希望，尤其奥运马上要开始了嘛，奥运停火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俄乌战争能够发生呢？亮哥怎么看习近平从下飞机开始得到的礼遇，想要展现的一个结果跟目的？
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啊，都各自找到自己很大的战略需求了啊。那中国的战略需求，我刚刚看那个费加洛那个报纸啊，因为习近平在费加洛写了一篇文章 ，Figaro 啊，投书。那 Figaro 的标题就是说，习近平想要让法国中立化，简单讲就是不要让他太一面倒向美国嘛。事实上，有人就讲得更白了，说要分化西方阵营啊。那这个也没什么不对啦，因为中国大陆认为欧洲可以独立自主嘛，所以不一定要一面倒向美国啊。那欧洲本来就是也是一个强权啊。事实上，中美俄欧这全世界4大强权嘛，大家都知道嘛。那中国事实上跟俄罗斯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俄罗斯已经被美欧制裁了嘛，所以他现在就想要抱住中国，让中俄来联手对抗欧美。可是中国不是这样的立场，中国是认为我跟美国是对抗了啊，可是呢，我希望欧洲能够中立啊，所以他也在向欧洲示好。那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他是他第2大贸易伙伴嘛，所以有一些政治、军事、经济是有一些酝酿的空间呐。那对马克宏来讲，中国大陆就是第一个是为了经济嘛，比如说马克宏事先就发表了一个立场，他说希望跟中国现在是 reset 重开机啊，那有更多的经贸上的关系，无限的可能，对，无限的可能。而且中国大陆也蛮聪明的啦，他就立刻喊出从法国农场到中国餐桌这样的标题啊，就说哎呀，这个法国的加工农产品可以进口到中国啊，那以后再到吃好吃的法国菜可以到中国吃这样啊。那因为中法的贸易不到800亿美元，这个很低啊，因为中德贸易2000亿，中俄贸易2400亿美元啊，所以中法当然有很大的空间嘛。所以我只是觉得啦，他们一定会有一些互相投资的案子啦，比如说核能，那中国就会跟法国电力集团合作啊。那比如说那个航空就跟空中巴士合作，对不对？那法国大概也希望中国去帮他投资再生能源嘛。所以中国有一个单位叫敏实集团啊，他去法国开辟一个电池谷，长100公里啊。所以我是觉得互相的投资已经开始了啦，那这个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互相经济加强的部分。那当然，法国是假借说你电动车是不是有补贴啦，所以他就对中国进口的车子他不给予消费者的优惠嘛，所以中国的市占率在法国已经下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是表面上有提啦，可是事实上已经不严重了啊。我觉得法国真正要的最重要的议题就是7月26号巴黎奥运，俄乌战争可不可以停一下啦？是啊，他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希望能够停火啦，那他知道光凭他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希望能够结合德国、结合中国来斡旋俄乌战争可不可以停火啊？那让巴黎奥运可以顺利举行啊。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他主要的目的了。奥运精神，但法国今年是主办国嘛，当然也希望更有面子一些啊。大使怎么看这趟可能有的成果跟发展？其实这一次习近平去不是短期的决定啊，它是一个长期两国的战略之间的合作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下的一个项目而已啊。那两国事实上要长期发展战略，其实尤其在这个俄乌战争以后比较具代表性应该是去年4月马克宏到大陆访问的时候，那么他结束大陆之行后，双方签了一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一共有51条，那非常非常的详细啊，也就是把两国之间的关系不但定义好，然后合作的项目也都定义好，未来的路径图也都写好。所以真的要看中国大陆跟法国的关系，其实在去年马克宏去大陆的时候也这个4月就已经定了调了。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上一次这个协议里面两国元首年度会晤中间的今年的会晤，所以你看两国元首要年度都要会晤，这个可见双方对彼此互访关系的重视啊。
那去年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都觉得很吃惊的，就是双方要在这个军事方面，这个海洋军事方面进行合作。这个虽然讲的比较笼统，它是加强对话，可是今年习近平到巴黎之前，那么这个法国特别邀请了中国大陆那个南部战区的司令员到法国访问，然后呢，双方签订了一个所谓双方在这个南太平洋地区这个军事上面的一个加强对话沟通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协议，所以已经进入到书面的状态，书面的军事合作，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是在双方既定的双边关系上面走。那为什么法国会跟中国大陆走这么近呢？我想双方的最高的战略共同利益就是让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全球事务以及对法国对中国大陆的产生的负面影响把它降低，这要靠两个国家的互相的合作。所以中国大陆非常肯定法国走战略自主，而且希望法国除了本身战略自主以外，能够作为欧盟里面的主要领头羊的国家，带着欧盟也往前走。所以其实你说法国的不管是这个《世界报》或者《Figaro》他们这个做的报道都没有错。中国大陆对法国是有战略上的期盼的，可是相对的，法国报道没有讲出来，法国对中国大陆的战略期盼，那可能更高。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中国现在世界最大贸易国，然后这种各种科技的发展法国不但在商业上有求于想要跟中国加强合作那么在战略上也希望中国大陆在国际事务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现在希望最积极的角色结束俄乌战争。那么结束俄乌战争，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法这次两个元首的会晤它是有高度的战略高度的，其他的问题看起来都是技术性的，经贸的议题都不是这次他两个会面所要认为是主要的所谓的这个讨论的项目。的确这两国的元首互访，那个热切的程度，从迎接的规格到互动的时候越来越亲切。之前还看着两个人在中国的花园里逛嘛，在参观庭园，一起欣赏风景的心情，现在在法国也再度重演，各种的合作也是都有可能。我觉得他们两个见面，有一些地点讲起来非常的有诚意，也暗藏玄机了。譬如说是马克宏到中国去的时候，习近平接待他的地方是他爸爸的官邸。那这次来讲的话，马克宏接待习近平就到他祖母的故乡。我觉得这种从这个方面互动看起来两个很好。但是我觉得关键是马克宏他在这个习近平来之前，他跟冯德莱恩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欧洲要有自己的战略利益，要维护我们自己欧洲的战略利益。他讲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欧洲的战略利益有3点，第一个就是经贸嘛，第二个是军事上的安全嘛，第三个是能源的安全。那你要知道，欧洲现在来讲的话，它能源本来就是靠俄罗斯的，因为俄罗斯它有庞大的能源，它几乎能源它已经这个天然气跟石油，它欧洲来讲，苏俄来讲的话，它北极圈里面都是冰冻土层，它根本没办法开垦，也没办法种植。那老天就给它一个很好的有这个天然气，这个储量是将近占世界1/4，它储量甚至于比这个中东地区都还要多。那欧洲来讲，当然就是希望有这个天然气。那以前它是经过俄罗斯了。这个经过乌克兰，就乌克兰跟他开战，经常跟他要钱，他就没办法，他就盖了一条北溪2号管道，然后这个天然气是靠俄罗斯来供给欧洲。那你想想看，如果从这种很简单道理来讲的话，这个北溪2号是谁炸的？就是美国炸的嘛。因为美国它自己也开采的页岩油，它也有这个油气，它就要卖给欧洲。那欧洲来讲，这个天然气来讲的话，成本运输的成本，或者是美国页岩油开采的成本就很多，所以它能源来讲的话，现在被美国切断。第二个，在军事上面，北约来讲的话，它一直没办法自主，它几乎都是要依赖美国。美国在不管是在德国或者在什么地方驻军，那法国以前有一个特殊的这个观念，他认为法国是欧洲的五强之一，当然除了英国之外，在欧洲本土就是5强之一。之前有一个戴高乐总统，那法国戴高乐总统有一阵子他退出北约，对不对？他说我自己要建立我自己的国防体系，我不能依赖美国，将来依靠人会老，所以他军事上面要依赖美国。那经贸
经贸靠谁？我觉得经贸很明显，你现在必须要靠中国。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可能后续他们3个人谈的，就是马克宏、冯德莱恩跟习近平谈的，一定是欧洲的经贸有关的东西。当然，电动车是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只是说是要卖多少钱，要减多少关税，要征多少关税。如果能够谈出一个平衡点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维护到欧洲自己本身的战略利益，才是重点在这一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来看看美国对于总统大选来讲，拜登面临的难题很多。几个最新的消息，先来看看货币战。美国呢，本周将要发行1250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哦。前阵子公债一直推行上很困难，所以叶伦才会拼命往中国跑嘛。那对于现在本周又要发行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1250亿美元，其中包括了580亿美元的3年期，还有450亿美元的10年期，这个是备受很大的考验的，甚至30年期的也有220亿啊。市场买不买单是大家的一个问号。那部分企业就说了，今年以来美国通膨放缓，甚至已经陷入停滞了。他们宁可买个好吧短期的5年等等看啊，其实长期的几乎买点几乎大家都不被看好。但是现在看起来，黄金永远都是最避险的工具，大家都爆买啊。那包括中国大陆现在也是，所以这种地缘政治会出现的风险控管投资标的，事实证明金价已经顽强的站到了每盎司2400美元以上。那么当然持续了很久，原因也是因为中国最近也大买嘛。那日元呢贬啊，当贬到被这个国内痛骂说央行无所作为，他们开始护盘，央行介入之后呢，就现在日元狂升，当然跟美国的这个经济政策有关系。市场就认为说，日本政府的5兆去调整贬值的速度不能再贬下去，会影响整个区域的竞争。但美国宣布维持利率政策之后，日元又出现涨势，急拉上来到1.53嘛那金融界分析，日本政府还可能再出手。其实这个要护不容易，因为美国的因素影响太大，会不会是无底的钱坑一直丢下去，护不护得了？那现在至少还要再动用3兆日元去抢救整个汇率。那日元前景怎么样？那各种的高通膨、联邦赤字影响都不容忽视。美国要多久可以控制通膨，也影响了日元的贬值速度。那么拜登第2个问题当然是中东喽。中东到底现在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美国媒体报道，拜登政府上周一做了一个动作，暂停送弹药到以色列去。这个动作很不寻常，以国官员甚至不知道原因。这个报道认为说是有知情人士没有向 CNN 透露原因那去询问到底为什么以及理由的时候，白宫都拒绝回应。为什么？难道真的是因为国内的美国学运的抗争，让攻击武器以色列去做种族灭绝啦等等这些战争行为有影响吗？那同时还有在沙特阿拉伯的部分，也不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沙特阿拉伯政府表明了，跟以色列的关系前提要正常化的话，就必须在以色列2国方案做出让步，让巴勒斯坦建国。那当然，这个绝对不是以色列想要看到的。所以，美国国安顾问苏利文说，在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之前，拜登就不会去帮沙特阿拉伯，也不会签署防御协议。所以，这关系到底有没有可能正常化？虽然布林肯去访问了啦但访问之后显然也很难有进一步的成果。布林肯只说，沙特阿拉伯跟美国依据我们的协议，一直在共同工作，有可能可以接近完成吗？现在连停战有没有可能都还不知道。但是还有第3个问题叫 TikTok。当然，在美国参众两院完成的这个法案通过之后，由拜登正式签署完，滴答滴答响，接下来TikTok 是不是真的就准备要关门或赶快转让呢？在 TikTok 坚持不要的情况之下，冲击了整个国内啊。那例如像马斯克好了，他选择从中国走，他对于选择市场来讲，中国认为更重要，所以各种跑中国的行为呢，就代表着他对于跟比亚迪的竞争能力还是需要中国市场。那拜登这个法案呢 ，TikTok 字节跳动是不愿意出售的，所以苏利文就说，这个美国业务是归美国企业所有，全世界都说
说得通，坚持不让字节跳动可以继续拥有经营权。那所以接下来整个司法的官司战有没有可能在美国政府这里会赢，还是拖很久，拖到大选不知道。但消费者其实开始愤怒了，因为使用的美国用户非常的多，就有网友直接用很不太好听的话来批评这些政治的决策。听听这段画面。TikTok gets banned, I will personally make sure that Instagram Reels is under the full gri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 it to me, Joe. I want you to explain it to me. Why the sudden move to ban TikTok? Why is there such a rush for this all of a sudden? Because out of everything that's happened in the last 2 years of your presidency, this is one of the few things you've moved quick on. Inflation out of control, we still haven't dealt with it. A bank went under that rich people use. Took you 72 hours to clean that one up, but TikTok seems to be a big one for you. 天啊，真的很生气，对不对？这网友气坏了。那正妹说啊，以后每天好吧，你不能这样，我在 TikTok， 我就在 Instagram 上每天发中国的影片。好，那拜登自己也发影片啊，继续用 TikTok 在发自己的宣传影片呢，这不是很尴尬吗？又想争取年轻人，又要去禁年轻人所使用的平台，这叫做两难呐。亮哥看到这几个议题，通通都是拜登现在的难题。这个。中国买黄金啊，因为你去想嘛，中国大陆要让人民币国际化，那他也知道美国对他有敌意嘛。中国现在的美元资产是3兆3千亿美元等于是它的人民币的发行基础是美元呢，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美国对你有敌意，而且你看到美国现在没收俄罗斯资产，你会不会怕？对不对？所以他当然希望能够买多一点黄金作为发行货币的基础，我们这个叫锚定啊，锚定的基础啊。那他的黄金才多少？才2200吨，美国是多少？美国是8300吨，你不觉得落差太大吗？连意大利都有3000，德国有4000多，所以。不管是中国政府买或者是大妈买，坦白讲，这个都是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美元指数已经106了，那你利息已经升到5.5了，眼看未来升息空间大概是没了嘛，大家是在等你什么时候降息，对不对？那美元指数怎么可能再高？你106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人家转去买别的货币，或者是买别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完全是合理的。我跟你讲，不是中国买最多，本来买最多的是俄罗斯啊，因为它美元被制裁啊。可是你去查别的国家，印度一样也在买，土耳其也在买啊，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只有中国跟俄罗斯在买。那俄罗斯是因为他自己产黄金啊，所以你就没有看到他在国际上买很多，买最多的当然是中国啦。可是大家要知道，不是只有中国在买，印度、土耳其也在买。简单讲就是大家觉得你美元会贬值嘛，全球的避险工具都是就觉得你会贬值嘛，所以你自己去看你的美债嘛，为什么长期债卖不动嘛？我怎么知道你5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啊？事实上你这个花3年了，他现在只让3年债，对不对？这个大家都嫌太长啊。对呀，可不可以改发2年呢？是不是？就没有信心。所以我跟你讲啊，美国这个就考验叶伦啊，叶伦真的倒大霉了。你这个1250亿的美国的国债啊，你这个最短的是3年期，3年期占580，我看你怎么卖？你要逼日本再吞吗？日元都快垮了，我还吃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到时候卖不动，你丢脸死了，你回来逼你的银行自己吃啊，或者联准会自己买啊，变成是买新卖旧，那这很丢脸呢。我说实在，所以这个就是一翻两瞪眼了。你看这个。这几个月看他怎么卖吧，啊，那至于这个我们讲那个，我觉得那个以色列那个都是短期的，为了要安抚学生用的啦。我认为美国还是支持以色列打拉法啦。看出目前的迹象，埃及的调解没有进展，啊，就是哈马斯还是要求你要撤军啊，你要告诉我最后的一个结束方案啊，以色列不愿意承诺。那以色列说，我最多给你40天啊，你放33个人质吧。我觉得不容易谈到结果了，所以我认为以色列还是会打拉法。那沙特阿拉伯终于展现出
什叶不那个是个逊尼派的老大的姿态了啦。这个时候你跟以色列正常化像样吗？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当然就不能够去屈就了。那跟美国的防务协议，那以后再说了。的确哦，大使在美国的拜登的3个大议题里头，当然每一题都很难解啦。光从经济面是冲击最大的，那以色列的问题暂时好像 hold 住了，在校园的部分也没有那么容易能够平息所有的愤怒。对，美国现在是百病齐发，这个从内部的这个问题哈，这跟外部的问题哈相互呼应。那外部的问题越演越烈，内部也越演越烈。比如说俄乌战争来讲啊，比如说这个以巴战争来讲啊，美国内部的冲突让这2场战争哈打得越打越烈，而这2场外部的对美国来讲外部战争的话，这个拖延啊持久，也造成美国内部的分裂跟冲突。所以我觉得美国这种过去以邻为祸的这种最佳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事实上他在外面挑起战争啊，或者外面的战争哈。对美国来讲，军工复合体可能可以赚到钱，可是问题它整个社会会造成严重的冲突跟对立。那么这个社会就往2极化的方向走。那这个现象我们现在看得非常清楚了。那不过美国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美国现在对外的一系列的制裁措施，我们以针对中国大陆的制裁措施来讲的话，以前我们有个说法，就是杀敌1000，智商800好了。那现在是不是杀敌800，智商1000呢？那现在越来越有这个现象啦。比如说你科技制裁，你制裁华为，提供它禁止，就是说断它的这个供应链高端晶片对不对？结果华为现在7奈米自己做出来了，不论如何是自己做出来，美国到现在也没想出来怎么回事，对不对？如果说你不去制裁华为，华为可能还这个7奈米晶片还基本上依赖美国的供应链嘛，美国还有钱赚。那问题就变成你美国钱也没有赚，中国大陆技术也提升了，那这个科技制裁目前就面临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些产品，比如说 TikTok 的话，它会造成美国自己内部的社会的对立。比如 TikTok， 它有1.7亿美国的这些用户，然后呢数百万在上面，就 TikTok 讲的，在上面赖以为生的中小企业。对，你把 TikTok 禁掉的话，这些人靠什么赚钱？这么生气的这影片就是因为700万人啊，这 TikTok 说他们是属于中小企业了，当然有个体户啦。那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进 TikTok， 你美国哪一个叫川普来讲的话，好，那你就便宜了 FB， 你便宜了 FB 又如何呢？可是美国有700万人要失业，面临失业，所以就变成美国现在这个损人基本上也不利己，而且不利己的这个程度甚至超过于损人的程度了。所以美国如果不做一个整体全盘检讨悬崖勒马的话，我觉得美国会越来越乱。将军，我觉得美国现在已经变成这个以色列的殖民地了。你知道这次来讲的话，美国民众学生这个抗议成这个样子，但是你看美国从拜登总统到各个两党的众议员，完全是100%的挺以色列。对，拜登那天接受访问，这学生已经闹成这样，这个各大学校长也如果说不去镇压，不去请警察镇压来讲的话，校长都要被革职掉，被指责的。然后这个拜登那天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虽然说赞成和平的示威，但是他坚决反对用暴力的行为，他就是不停讲明了就是不听以色列嘛。当记者再继续追问他说，那会不会这些学生抗议会不会影响你对以色列的这个后续的决策？不会，就他一句话 no 就没有不会，那代表说是拜登是坚，那拜登凭什么会这么坚决讲这种话？因为他有看到民调。因为我相信美国来讲的话，很多人还是挺以色列为主了。那这次你看到，不管是这个共和党或民主党两党的所有议员来讲的话，还是以挺以色列为主。所以说，没有人同情巴勒斯坦。那为什么美国现在会这么挺以色列？我觉得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犹太人在美国里面控制了所有金融，所有经济都在他控制。那这些金融来讲的话，他可以提供政治现金给这些议员，所以他们这些议员就变成以色列犹太人的一种传声筒。他不但控制了美国的金融，甚至于控制了美国的经济，甚至于还控制了美国的军事，还有校园。对，几乎都已经是完全控制住了。在这种言论都被以色列控制住之下，
我觉得拉法这次，所以纳坦雅胡才这么有底气嘛，他坚持要进攻。那全世界，我想说拿他也没办法。我这边特别要提美国最近通过一个法案，众议院通过一个叫反犹太主义意志。那你听到你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法案呢？他第一个就是说，你不可以批评以色列，不可以批评犹太复国主义，都不能批评。你批评算违法。那更严重的是，连圣经里面说犹太人当初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事情也都不能讲。现在在美国已经变到这么严重了。法案吗？对，他现在是众议院通过了。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后续来讲，参议院或总统会不会签署？美国版反渗透法的概念吗？对，所以另外我觉得 TikTok 也是一样，太夸张了吧 ？TikTok。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一起讨论国际以及国内议题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琪，浅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看看两岸的关系哦，520马上就要到了，就职演说众所瞩目，到底会怎么个谈话，到时候就知道。但现在金厦的关系对于台湾来讲，现在仍然是步步为营的紧张当中。金厦大桥厦门段在海上栈桥已经完成80%，但是光是这个航路啊，就是所谓的海上栈桥施工进度留武店主航道呢，现在这个海域设好的栈桥建设海上施工平台都已经开始完成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在大陆方面对于这块海域的控制权，已经早就没有什么禁制海域啊、相关海域啊，爱怎么走怎么走。现在连这条航道都可能是接下来海面施工的条件。大陆方面要来继续来进逼吗？这个是根据公众号玉渊谈天他的分析认为，大陆从海警船常态执法加大力道之后，再加上延伸范围啊，提高类似档次啊，来做步步在海域上进逼，传达的讯号只有一个，就是接下来要打破台湾设定的禁令，目的是下一个留武店航道进行疏浚拓宽之后，就要供厦门港来使用啦。那厦门港使用的时候，对于台湾这个金门附近海域的影响，我们能怎么做呢？就只能配合办理吗？还是我们的政府可以有什么做法吗？福建海警执法现场曝光，金门大桥清晰可见，就这么近的距离，距离大金门、小金门只有3.8海里而已。所以同时看到的是，大陆的福建已经正式进入了休渔期哦。过去呢，就算是休渔期，还是会有一些偶尔的船只，但现在不是了，现在越界的小船一艘也看不到。马祖日报的报道是有某些讯息在吗？那尤其是台海之间有没有一些危机？南海如何？在大陆的专家分析里面认为，中俄对于台海的这个演习是很关键，值得观察。美国已经把中俄一起当作战略对手来做，而且不惜两线作战，所以发现美国的舰队出现在这个千岛群岛这个附近这个位置啊，那同时在阿拉斯加的部分是有俄罗斯的军机接近的这附近，轰炸机还有战机5月2号飞到这附近来，所以双方呢不管海空都有各自的展现实力秀肌肉。美军分析认为，4架俄罗斯军机进到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的意思是要拒止战机仍然留在国际空域，它没有进入领空，所以暂时不用管它哦，还是可以在有限的航道里没有侵扰，没有让它产生威胁。不过，美国新任的印太司令上任之后，至此直接点名中国大陆陆方在印太地区进行的所谓侵扰跟扩张主义的主张行动，超出了灰色地带。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还算灰色地带吗？还是美方已经无法容忍？当然，就看进一步的动作咯。各种演习里或各种的部署里，都显示着美军没有要忍，或者是想要进一步进逼的意思。例如，距离台湾不到200公里这个位置，美澳菲巴丹岛的军演要防台海、南海冲突。那美国的军事媒体的这个报道里面说，美国、菲律宾、澳洲啊，5号啊，在台湾南方的这个岛屿进行演习啊，就是为了执行任务，或者甚至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嘛。那重燃了冷战时期美菲
美苏在导弹盟国前沿的恐怖平衡这种景象，就现在又来了。包括韩国、日本、北韩这些远程导弹，都可以成为一片危险的导弹区，随时一触即发的火药库吗？那来看看越南好了。越南过去长期跟俄罗斯大量的采购军购的，最近有一些改变，它转向了，它不去跟俄国买了，跟谁买？买起了说是比较相对耐用又便宜的 K9自走炮吗？南华早报的报道，北京担忧这显示河内愿意装备美国盟友能够对抗中国的战力，也就是说，抗中的队伍里又多了越南嘛？那当然，这个互相秀肌肉，在军事上互相的拒止，从金门的海域开始就已经嗅到了各种不平常的味道啊。亮哥，当然520之前，我们也观察这当中的这个演变，不要有任何的擦枪走火。我们厉将军是小金门指挥官啊，这方面待会要请他多说啦。不过这个刘武殿航道本来历史上啦，就是厦门对外的国际航道啊，那它事实上现在是绕一圈嘛，绕到青屿那边啊。那因为它现在在，坦白讲，它在小金门跟大二丹的中间呐，我们两边都有军队，所以是有点尴尬。可是我跟你讲，这个航道是蛮宽的。我看过一个资料是，它可以让2艘货柜轮相向这样过。所以对厦门来讲，它到时候如果宣布对外营运国际航道，那国际的船会来耶，所以我们的军船或者海警船会很尴尬，因为你到时候就看国际的商船啊，国际的货柜轮就直接穿过啊，那你怎么办呢？啊？所以也不能怎么办哦。所以我说赖清德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啊，我觉得这个会发生啊，因为以前那个绕那么一圈，就是坦白讲，也不是默契了，就是实力问题了。哦、那后来因为马英九执政，他就一直没有处理了啊。可是他现在就抓到了这个金门撞船的事件，那你既然处理成这样，我就全部公事公办了，有点这个味道了啊。我认为这个他不会放弃的啦。他现在全部，他金门海域他已经没收到福建省了嘛，现在已经是福建海警局直接管辖，所以他最近出来的编队巡航4艘海警船，而且是普通话跟闽南话交错广播啊，所以这个态势已经蛮明显的啦，所以很难处理啦。不过坦白讲，就渔场来讲啊，我昨天有个朋友就提醒我说，马祖那边还是大渔场。这边还算是小渔场啊，不过渔季快到了，金门的渔季应该6月左右，厦门就会有一大堆渔船出来捕鱼了，所以坦白讲也是赖清德上任之后的第1个月啊，所以他的挑战真的蛮多的啦，所以我说赖清德还是管束一下他的立院党团的发言啊，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不信任啊。那另外中俄联合演习啊，我认为未来会越来越多了。不过，他去年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针对日本啊，那而且是从日本海，然后往北走到阿拉斯加那一条线，那未来甚至还可能穿过白令海峡到北极航道，是因为大陆也很想进去嘛啊，那他会不会往南呢？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对俄罗斯来讲，它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啦啊，而且它因为现在黑海舰队跟波罗的海舰队都被堵住了嘛，所以它一定会尽全力来发展太平洋舰队。那太平洋舰队总不能都往东海跟白令海那边的方向吧？3不5时也要往下走一走吧？对呀、啊，而且坦白讲，它跟越南关系蛮不错的啊，所以一定会想到。越南的岘港停一下，因为以前岘港就是苏联在用啊，大家不要忘记了。所以我认为早晚会下来了。那下来对台湾的意义啊，我坦白讲，如果俄罗斯是摆明是挺中国的啊，那因为它等于是这个叫做大国之间的互相交换核心利益了。我挺你的核心利益，那请你也挺我的核心利益，所以他是支持。北京统一台湾的了啊，所以他介入之后，我认为会让日本要介入台海变得非常困难，因为他就在日本后面，
所以等于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会让日本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凉凉的，对，凉凉的，所以就会不便做动作了啊，就是这样。所以，可是这个局势我觉得很难逆转。我认为他一定会跟中国买作战舰啦，因为他的造船厂在乌克兰啊，所以他现在没有造船能力啊，所以要补充他的作战舰，最快的方式就跟中国买啊。那中国如果愿意卖他，那双方肯定要有一些军事技术上的交易吧，啊，比如说战略核潜艇，这个俄罗斯是蛮进步的，所以未来我认为会发生一些事情啊。那至于这个中程导弹，你也看到美国在出手了嘛，他就直接在菲律宾做弄中程导弹啊。那这个中程导弹目前是针对中国大陆，可是如果再往北部署呢，一样是俄罗斯。对，所以俄罗斯也一样。在这个议题上会跟中国站在一个立场。的确，尤其小金门这一带，目前这个航道重新影响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怎么做，该怎么做，又可以怎么做。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件国王的新衣啦，只是被管碧玲自己把它戳破了。以前来讲的话，这刘武店航道其实就是最好的航道。我记得在大胆岛上面还有一个石头上面写着“回头是岸”。为什么写回头是岸呢？因为厦门很多的他们到南洋去移民，都会从大胆岛经过，就走刘武店航道嘛。那时候那块石头就提醒他们说，你这一去，你可能就要南洋，可能这辈子不见得能够回得来，所以你要不要回头？我记得那个石碑上面写的那个回头是岸，就是对着给渔船看的，给那些移民的船看的。所以由此可以见证到，说是刘武店航道是长久以来进入厦门自己最好的一条这个水域。那以往来讲，因为两岸之间有默契，他就从旁边青屿那边，青屿是大陆解放军控制的一个岛，他们就从那边绕，不从刘武店水道这边上去。那这次来讲的话，你既然已经这样，那我就明目就是公然的，就是国际航道嘛，那我就开始使用了。其实以前他们有没有到刘武店航道也有啦。老实说，我自己就经常在那边跟他们打招呼，对不对？打招呼啊？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渔船一出来，就像亮哥刚刚讲，那个渔季一出来，你知道他在那边所有船，他是哪边有鱼，他往哪边去捕哎。这渔民来讲的话，他才不管你什么航不航道，什么国际公约不国际公约，那他认为我们对他也无害，我们认为他也无害。没有威胁的话，对，大家他们这些也不过就是一些这个很辛苦的渔民出来捕鱼嘛。他就整个一片海洋上面，你知道他一出来是上千条渔船呢，你怎么去驱赶？你根本也没有这能力驱赶。那我就必须要到大胆啊，到那几个岛去。所以我经常在他们这个渔船渔阵之中穿梭，用我们的海龙快艇穿梭过来，穿梭过去。所以双方以前来讲，双方有这种默契，大家也都相处得很好。其实如果说是金厦大桥要盖的话，我记得以前施明德就提过金马撤军论，对不对？这个柯文哲也讲说要盖金厦大桥。其实我个人来讲是非常赞成的。虽然大家会觉得，哎，你是个军人，又是这个小金门指挥官，你为什么还会赞成盖金厦大桥？就是因为我对金门太了解了嘛，早就是常态的交流。金门现在驻军，我跟你讲哦，就是这个聋子的耳朵，你知道，摆事用的。对不对？这5000个官兵在那个地方，如果说是就作战来讲的话，基本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军事战略的价值。你干脆把这5000个官兵撤回台湾来，那台湾还多5000个官兵可以保卫台湾本岛。那如果说中共要进犯台湾，他也绕过金门，他也不会去弄你金门。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5000个官兵就军事上面兵力部署来讲，你是浪费5000的兵力在金门岛，你还不把这5000的兵力收回来，然后让金门跟厦门他们老百姓本来就是一日生活圈，每天我就看到他们坐小三通的船过去那边，这个女生啊去那边做个头发，然后回来去那边买个日用品，然后就回来，他们已经生活在一起了，那你就干脆。他们不管是就医要干嘛，老师平常讲，厦门的就医比金门还方便。如果说万一急症来讲的话，金门没办法处理，他们就到厦门去做这个医疗。那要到台湾来的话，要坐直升机，那更远更耗费时间。我觉得就金门老百姓立场来讲的话，你干脆就同意他们盖个金厦大桥。其实金门老百姓会更感激你这个台湾的政府，为什么？因为真的是照顾到民生，是有这条金厦大桥。那金门来讲，现在用水用电也都用厦门的电，那你就何妨让他盖个金厦大桥？我是建议说就现实面来讲的话，就承认这个现实，把金门的官兵撤回台湾来，然后让台湾对不对有多5000个官兵的实力，你5000的官兵等于一个旅的兵力来讲，对台湾的防卫作战才是真正有帮助的，而不是说是光摆在那里好看。所以刘武店航道如果真的通的话，那
大概也是跟现况一样，就假装没有看到嘛。不是也没有很也没有必要自然而然的，假装没有看到嘛，就是国际航道大家都可以用就好了嘛。也无法处理，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哦。驾驶的确在台海、在南海，各种的拒止行为，现在感觉是美中的对抗在产生风险。否则，如果像将军讲的，就自由的贸易跟通航，当然就没有问题啊。对，事实上的话就是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之前，事实上就是因为美国的不断的把北约往这个东扩，一直往这个俄罗斯边界扩啊。那俄罗斯事实上在普丁的这个领导之下，等他经济站稳脚以后啊，事实上他大概10年前就已经开始有步骤的在进行军备的现代化。那去年底，事实上，俄罗斯有一艘这个叫北风之神这样子的一个核子战略潜艇，它是在海面底下发射这个洲际弹道飞弹，有核弹头洲际飞弹，又有一艘下水。事实上，这个是这个普丁领导的俄罗斯长期的恢复核打击力量，俄罗斯核打击力量一个很重要一环。你知道这个北方之神这个核子战略潜艇有多少吨吗？它有24000吨，那个是一个巨无霸级的核子战略潜艇。那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在白令海这是水面上的问题水面上事实上的话，美国是占优势，可是水面下的话，俄罗斯的核子打击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它前几年还在发展一种核子水雷，那这个水雷是在地下可以在海面下可以快速穿行的。那它配弹的是核子弹头，叫奥赛冬，就是海神的意思。所以其实俄罗斯跟美国在产生军备竞赛，也不是俄乌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大量的在这个进行了。而且这个今天我们从地图上来看俄罗斯要打击美国，不管是传统武器还是核子武器最近的距离是从北极的上方飞过去。所以呢，事实上北极的核武化在上一个世界冷战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激烈的在进行。那俄罗斯事实上在恢复它的军事武装的时候，在北极海的部署几乎已经恢复到它冷战以前的这个实力了。所以事实上，现在美国为什么不管是这个什么印太司令国防部长每天在里面敲警钟这个世界越来越危险越危险。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相对而言，美国的军事优势尤其在冷战以后的军事优势对俄罗斯、对中国大陆来都在快速的怎么样？这个退步当中。那并不是美国没有进步，而是美国还是维持在它过去那个战力水准。可是相对的，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不管是在北极，还有北太平洋，还有美国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些从美国的角度都承受到极大的压力。所以呢，美国过去的战略是怎么样？它随时可以打2场世界大战，可是现在来讲的话，2场区域性的战争，美国都没有直接参加的，一个是俄乌战争，一个是什么以巴战争，美国就已经怎么样？国内已经自己快要打起来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正在快速的变化，那个变化的最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就是相对美国的相对的武力优势在全球的武力优势正在快速的怎么样退步当中就是美国队长已经在军力上没有办法压倒胜利的时候，当然就会 hold 不住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